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一张随拍撕开内娱遮羞布，那些只会营销的女星们慌了。内娱现在卷到什么程度？女明星发个自拍都得带着甲方任务书上阵，修图修到亲妈路过都得犹豫3秒认不认识人。而迪丽热巴5·1这组随拍吧，干脆连滤镜都懒得叠。偏偏还拍成了营销反面教材。5月2号那波图我来回翻了好几遍，就是白色上衣、简单牛仔、黑长直披肩，阳光一照，人整个人松散下来了那种状态，很生活流。说实话，要是换成别的小花，这妥妥的配个文案我不过节，努力营业中，再顺手挂个品牌链接。评论区全是 XX 同款，了解一下。而热巴这回发的内容，你细看，真没什么营销痕迹，就是普通人节假日出门溜达，阳光好，心情不错，随手拍2张发个朋友圈那种感觉。没有定位高奢商场，没有某某品牌新包，连广告植入都没有，清爽到工作室都像是忘记收钱了。我就纳闷了啊。按业内那套算法，像他这种级别的顶流，大节日不薅一把热搜流量，是不是有点不会过日子？你想啊，现在多少女艺人团队早早就给5·1、6·1、7夕排好了物料，精修一组自拍可以拆成9宫格，硬生生抡出来3、4天热度。圈里经纪人私下聊天，嘴上都说要保护艺人形象，身体很诚实的在给品牌报价。有媒体公开写过，某些流量小花的商务合作，甲方就是盯着他最近热搜次数、话题阅读量谈价钱的，短期冲一波流量，代言费直接往上抬一档。5·1、11这种长假是他们眼里的天然涨价周。结果你再看热巴这边，近半年发的动态，不是剧组日常，就是工作花絮。要么就是旅游晒晒风景，动不动就几天不更新，评论区粉丝都急得催姐姐出来营业。她倒好，该消失就消失，杀青了也不哭不闹，低调回去消化新角色。业内朋友跟我吐槽过，说很多团队现在是把艺人当流量机器使，节假日根本不让好好歇着，必须要有露脸，要有话题。哪怕没商务，也得硬整点机场生图路人偶遇，拍2张图，往上一挂，配合几家营销号带节奏，热搜自然就有了。而热巴这路线就是反着来的，她明明是那种放到一堆人里，一眼看过去都显眼的长相，可她团队从很早开始就在刻意降颜值依赖。你看她公开场合，越来越少那种专门拍美女营业照的站位，整天挂在热搜上的不是服装红毯，就是新角色、新剧动向。说到底，内娱这几年把颜值变现玩得太极致，平台、品牌、资本仿佛都默认一个逻辑：好看等于有热度，等于能带货，等于能收割广告费。于是大家一股脑把钱砸到滤镜、皮肤、名牌堆叠、精修图身上，谁脸更抓人眼球，谁就能多活一阵子。问题是，谁能一直20出头？这行业最现实的一点，就是镜头不会对谁手软，皮肤状态、身体线条、气质变化，全在高清镜头下放大。你现在靠卷颜值把路人眼球勾过来，等过个3年5年呢？新一批氛围感美女纯欲天花板，港风脸女神又上桌了。而热巴这几年明显是在有意识往颜值之外转型。我翻过她一些采访，说晚上会把当天拍戏内容再看一遍，自己做笔记，哪场戏节奏不对，哪句台词觉得出戏，圈里导演也公开夸过她，只要在片场，几乎不玩手机，戏不关机也会在旁边对台词。有一次我在横店探班，别的剧组女演员下戏就钻保姆车化妆拍营业照，
工作人员围着补光板打光，人比戏都忙。而热巴那边收工了，还跟对手戏演员把刚才那场戏又过了一次。素颜扎着丸子头，穿个宽大卫衣，一点顶流架子都看不着。现场工作人员也就很自然地跟他说话。说实话，这种状态对营销来说是一点也不友好的。你看那些全力营业型路线的女明星，节假日恨不得一天几条动态，早上一条健身照，中午一条咖啡照，晚上再一条夜景照，每张图都可以被拆出来做话题。某某女星真实身材曝光零修图状态吓到我了，某某私服同款被抢空。而热巴发的这组五一假日照真没什么可写的噱头，就是阳光、笑容、普通穿搭。营销号要写稿都得愣几秒，只能上那种某某状态好松弛，某某生图能打，你看着都觉得有点尬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评论区反而倍儿热闹。粉丝说像路边遇到的漂亮姐姐，路人说这才是正常人过假期。我觉得吧，这背后牵扯出的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底层逻辑。那一套是短期把它当脸面 IP 来用，能糊弄几年就几年，趁流量还在赶紧签代言。拍综艺、接活动，最好一年能上10几个热搜，给甲方汇报数据的时候好看。至于作品口碑、角色塑造、观众缘，往后排。另一套是把它当长线演员来养，颜值是底子没错，但不能当唯一筹码。不靠每天刷屏维持存在感，而是靠作品的讨论度、自来水的二创，让人提起它的时候，脑子里蹦出来的是角色名，不是某一张精修营业照。你说内娱现在乱不乱？一堆营销号天天喊某某是新一代演技担当，某某又美到我了，词汇来来回回就那几套，观众眼睛也不傻，热搜看多了，反而对那些总不小心上话题的脸开始审美疲劳。很多数据漂亮的女明星，真实路人缘其实远没有榜单好看，而热巴的路子有点像老一辈演员那种慢火炖。他出道早期也经历过被嘲、被质疑，什么只会瞪眼花瓶标签一个没落下。你看他后面接戏明显在避雷，尽量往更有难度的角色上靠。说话语气里那种我要证明我不是只靠脸吃饭的劲头特别明显。圈内有导演跟我说过一嘴，说他现在看剧本很谨慎，不太会接那种纯摆造型。靠滤镜撑颜值的戏，不求每部都大爆，起码不能恶评一片。这个时代敢这么选本子的女演员，说句良心话，不多。因为颜值红利期就那几年，团队压力也大，谁不想趁着年轻多捞两把？而观众这边其实心态也挺分裂，一边在评论区喊我需要美女营业照续命，求姐姐多发自拍。另一边又会对某些营业过猛的女星各种反感，说什么疲劳营销，存在感太强，看腻了。人就是这么矛盾吗？嘴上说着想看漂亮脸，心里又清楚，光靠美貌撑不住长久好感。话说回来，你要问我更看好哪种模式，说实话，我挺偏向热巴这条路。不是说所有女明星都得学她过隐形生活，而是她身上有一个点，我觉得挺稀缺。她愿意让观众看到，她过的也是普通人的假期，而不是24小时开机的流量人设。你想象一下，要是每个女明星都像打卡上班似的，节假日统一发精修自拍，配鸡汤文案，挂同款链接，久而久之，谁还会对自拍营业有兴趣？整个行业都变成流水线内容加工厂了，粉丝刷的是数据，不是人。迪丽热巴这组五一随拍，说内容吧，很简单；说意义吧，还真不简单。她至少提醒了一下大家，一个顶流女艺人也可以不当天天抢热搜的表情包，也可以允许自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几天，
去晒个太阳，发个呆，当回普通打工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用自己的路线给同行上了一课。你当然可以靠脸起步，但你要是想站的时间长点，就得把好看变成附赠，不是全部。扎实作品、稳定演技、持续口碑，这些玩意儿短期看都不好看，却是能陪你走10年的底牌。至于女明星假期到底要不要全力营销，我的看法也挺简单，有作品在拍，有正事儿做，你就踏实休息，拍戏时把角色演明白，比任何自拍都值钱。真要发照片，像热巴这样，少点算计，多点生活气，说不定路人缘还能顺带长一截。互联网记忆短，但观众记人挺长的。热搜会过期，截图会沉底，可那些印在脑子里的角色，是会在你30岁、40岁、50岁的时候，继续给你争口气。脸会变，履历不会跑，演得好不好，镜头心里有数。所以啊，营销能当颜，提味儿没问题。可真把自己当一盆卤煮，天天往里狂撒盐，那就不是入味，是齁的人想跑。谁能把分寸拿捏好，谁就能笑到后面。迪丽热巴这回5·1，算是给内娱又示范了一回什么叫不靠颜值营销也能很顶。挺皮实的一堂课，听不听，那就是各家团队自己的事儿了呗。